隐藏的宝石，揭秘 INFJ 从幼稚到成熟的性格演变。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 ，INFJ 都是当之无愧的智者。他们具有独创的思想，或超脱，或鬼马。他们也是逻辑严密的思考者，观点极具穿透力和变革性。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兼济天下苍生的胸怀，也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INFJ 的性格非常复杂，思想富有层次和众人难以理解的深度。可是，在人群中真正成熟的 INFJ 是非常少。诚然，个体的性格类型会随着年龄而发展，从不平衡和自我矛盾的幼稚状态，逐渐转变为成熟的全面发展。但 INFJ 复杂之深刻，可能大多数有着 INFJ 倾向的人，穷其一生也难达成熟巅峰。也或许有人认为 INFJ 这个类型本身并无巅峰之说。这部影片会分11部分，详解 INFJ 由幼稚到成熟的性格演变之路。1. 人格类型动态发展的原理。 MBTI 将人的思维分为4类：感觉、直觉、思考、情感，又由于内外世界之分进一步分为8种思维功能个体。个体因为其最常用、最具优势的主辅思维功能，而决定它属于16种人格类型的哪一个。然而，如果任性的只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功能，而逃避面对劣势功能，个体会有思维盲区，并且会形成人格阴影区，对个体发展造成威胁。健康的人格发展需要2个要素：一、同时具备发达的感知和判断功能，其中最发达的为主导，次发达的为辅导；二、同时具备外倾和内倾功能，以其中一项为主导。因此，每个性格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都伴随着4种主要功能的动态发展。2. INFJ 的成长必修课。 INFJ 的4种主要功能是 INFJ 成长中的必修课：核心天赋、主导功能 NI 内向直觉、神助攻第2功能 FE 外向情感、替补队员第3功能 TI 内向思维、劣势功能第4功能 AC 外向感觉。隐藏功能很少被使用，只有个体受到压力，不得不发展这些功能时才会浮现。第5功能隐藏 NE 外向直觉，第6功能隐藏 FI 内向情感，第7功能隐藏 TE 外向思维，第8功能隐藏 SI 内向感觉。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 INFJ 的成熟： A 具有发达的 NIFETI 适度发展的 SE。B 能灵活切换调用各项功能，且不被任何功能所牵制束缚，也不受其自相矛盾的困扰。C 足够自信的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3. INFJ 的 NI 预测与创造的启蒙之路。作为主导功能 NI 在 INFJ 的幼年就初见端倪，表现为超出该年龄段平均水平的聪慧，对抽象事物有更强的理解力，想象力丰富且创造力强。NI 是在时间线上对趋势的预测，忽略自己认为次要的信息，用主观重要信息采用不完全归纳法推理预测，可以理解为存储的信息在一个水平面中，而 NI 就是在水平面按自己的规则瞬间移动的提取机。小时候的 INFJ 会表现出比其他孩子更好的理解领悟能力，学习能力强，识字快，对各种词语抽象概念都能很快理解运用。NI 期望了解事物发展的始末，因此 INFJ 非常喜欢思考，刨根问底，就像10万个为什么。NI 喜欢想象力带来的快乐，喜欢小说故事，喜欢幻想，喜欢创造，可能会对诗词写作很有天赋，可能还会随心画画，用心制作一些手工小玩意。INFJ 喜欢预测，并且经常猜对。小时候 INFJ 偶尔灵光乍现的猜对一些事，还会惊到自己。4. INFJ 的 NI 源泉与根据地。 NI 的使用给 INFJ 带来乐趣和能量，他会乐此不疲，并对 NI 形成依赖，排斥其他思维功能。这一行为根植于潜意识，成为一种本能，尤其在 NI 的高速发展时期，会极力想要霸占个体的注意力，抑制其他辅助功能，尤其是同为感知功能的 AC。 这是原理上 AC 是 INFJ 的劣势功能的原因。INFJ 个体会非常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忽视外界的声音，忽略客观事实。AC 的发展缺失也给个体后期成长受阻埋下了伏笔，他们终将面对发展劣势功能的人生课题，这是后话。人格的各项思维功能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得以发展。
主导功能在先，辅助功能在后，不可逆。如果个体在成长中有良好的成长环境发展 NI， 如父母引导孩子发挥想象力，则有机会达到强 N 的结果，并随着辅助功能的发展，顺畅地发挥 NI 的优势。而如果在 NI 发展前被迫大量使用劣势功能 SE， 这本身是个痛苦的过程，且容易两败俱伤。成年后 N 和 S 参半工作生活中既不够现实灵活，又灵性不足。NI 是 INFJ 快乐和能量的源泉，也是根据地。未来 INFJ 会以此为中心发展其他辅助功能，并会在受伤虚弱时逃回来疗伤，获取能量补给。5. INFJ 的情感发展之路 F1 的挑战与成长。当 INFJ 与外界互动时，使用的是第二功能 F1 外向情感，严格说是个体选择主导功能 NI 和第二功能 F1， 决定了他向完整的 INFJ 类型发展。F1 是对他人的情感进行回应，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并在做决策时考虑会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大部分 INFJ 年幼时在人际上都经历过3种境遇。1. NI 主导功能过于霸道，阻碍其他功能发展，表现为 INFJ 非常内向，沉溺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安全区内，但 F1 能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情感需求，认为自己有义务做点什么来满足对方。这时的 INFJ 表现为心怀友善，但有些害羞或害怕，不愿主动与人交流互动，但内心是自责的。2. F1 获得良性发展。INFJ 会积极友善地与他人进行情感互动，非常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时的 INFJ 会非常乖巧，会主动表达对父母的爱意，热情回应别人的情感交流，尊老爱幼，帮扶弱小，对世界充满友好和美妙的期待。3. F1 过度发展。INFJ 会过于考虑别人的感受，讨好他人而失去自我。如果我做这件事，会不会让别人伤心？我怎样才能让所有人满意？这会给 INFJ 做决策造成阻碍，在人情中难以自拔，并且在 TI 初步发展之时 ，INFJ 经常在我认为怎么做最合理和别人希望我怎么做之间产生自我矛盾，非常纠结。不成熟的 INFJ 通常的选择是委屈自己，顺从他人意愿，因为他们对自身道德要求极高，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自私的表现。如果 INFJ 权衡不好这个定位，可能会在极度热心和极度自闭的2个极端来回跳跃。INFJ 会因此认为自己有交际障碍而产生自我怀疑，这需要依靠第3功能 TI 的充分发展，并与 F1 达成和解，帮助 INFJ 掌握理性的思考方式。F1 的发展还受限于社会经验和阅历的丰富度，越是见多识广 NI 越发达的 INFJ，越有可能跳出小恩小惠的局限，过度为大人大善。6. INFJ 的 F1 情感的协调与发展。INFJ 的第3功能 TI 开始快速发展，通常需要一个契机。TI 是为了平衡第2功能 F1 而存在的，它是替补队员，顾名思义，它会在必要时替代 F1 来做理性分析。TI 是演绎推理，忽略外界的干扰，以自己的理论架构进行逻辑推理，倾向于从逻辑上判断是否符合自己的完美准则，并认为事物的发展轨迹应该符合自己的鲜艳逻辑。TI 喜欢研究一件事实背后的本源，研究一套理论系统是否合理，研究逻辑推理是否严密。F1 对社会人性感兴趣，于是 TI 尤其喜欢研究与人相关的理论，对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有深刻的领悟。NI 的 F1 TI 发达的 INFJ 通常是文科理科俱佳的学霸，喜欢写作，有情怀且有理有据，文章饱含对家国天下的忧思，抛头颅洒热血的忠肝义胆，慈悲济世的胸怀。TI 时 INFJ 对系统有很强的领悟力，善于逻辑推演，尤其擅长数学物理。不仅学生时期理科成绩优秀，成年后也容易在金融科技领域有不凡成就。7. INFJ 的 TI 挑剔的完美主义者。TI 发展过度则是过于挑剔、完美主义，在做事上容易过于苛求脑海中概念的完美，而难以转化为行动。看待事物非黑即白，人际关系上的道德洁癖和理想主义。INFJ 需要发展 S1 立足现实，才能使想法落地，并在真实的世界中获取更多事实反馈，调试自我。
8. 多层次的 INFJ 人格，理想主义者与救世者。INFJ 人格有很多层次。第一层，初识。INFJ 具备高超的社交艺术，懂得如何让人开心，因此能轻而易举地快速融入一个群体，谈笑风生，亲切温和，仿佛能包容万物，令人如沐春风。很多人都会被 INFJ 吸引而来。第二层，熟识。INFJ 喜欢被认为是友好和善的，但 INFJ 的无限包容往往只存在于浅交，无论是温柔俏皮还是儒雅绅士，都是 INFJ 信手拈来的面具。其实他们内心非常严肃且挑剔，走进 INFJ 内心的人会认为他们如此冷漠。TI 是4种判断功能中最为严谨的，也最容易有意无意表现出严苛挑剔。INFJ 由衷喜欢谈论的是深刻话题，偶尔冒出金句拷问人性会被一些人认为冷漠暗黑，因此 INFJ 学会尽可能深地隐藏真实想法。很多人觉得走不进 INFJ 的内心，总有重距离感，猜度 INFJ 表里不一，内心险恶。其实 INFJ 想的是，即便我能看透险恶，又何必说出来伤害那些简单快乐的人呢？ INFJ 的面具终究是用于保护对方。此外 INFJ 是有道德洁癖的，他们习惯解读自己和他人的内心活动，像个高精度的探测仪，当扫描到内心深处的自私和欲望，会立马警觉。如果这自私和欲望来自自己， INFJ 会马上纠正自己的心态。如果是别人的， INFJ 深知利己是人的本性，会慈悲地原谅他，继续与他做朋友，但最高限度是熟人而不是知己。第三层，内心。 INFJ 是理想主义者，大爱与救赎是生命的主题曲。F1 利他主义的升华是很多 FI 功能使用者所难以理解揣摩的。如是无我，那我是谁？真正懂得 INFJ 的人，才会发现他们所有的理性都指向善的本源。INFJ 向往人间大爱，却总能看到满目疮痍。他们渴望救世，且不惧彼恶，更恶舍小我而全大义。若遇苦难，舍我其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为我即是苍生，即是万物，哪怕牺牲自己，世间万物都在替我美好的生活住。如此，我无悲无喜，无欲无惧，慈悲且永生着，让更多人更好的活着。INFJ 认为当属自己的使命。9. INFJ 的劣势功能 S1 现实与执行力的挑战。提到使命感，不得不说 INFJ 的劣势功能 S1 是很多年轻的 INFJ 迈不过去的一道坎。S1 是在外部世界的体验感受，是活在当下与环境的互动。S1 发展不足体现在与环境互动的欠缺，比如 INFJ 大多在体育、舞蹈、声乐上是弱势群体，很多工具器械的操作勉强及格，车技一般很难体会到人机一体是什么感受。INFJ 经常忽视外部环境的具体事实。TI 逻辑再强大，也是在 NI 架空的基础上，经常计划方案与现实悬殊巨大，产生难以如愿的愤懑。AC 不足还体现在事物的执行力并不强，表现为 INFJ 喜欢帮别人，但主要是帮对方找出解决难题的出路，而不是在别人忙不过来时打下手。初入社会 INFJ 可能会被认为眼高手低，如果事业上不如意， INFJ 也会质疑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实现理想，甚至质疑理想是否不过是幻想。10. INFJ 的劣势功能 S1 报复式崛起与理想的平衡。人格发展不完善，劣势功能发展不足，还体现在无法掌控劣势功能的报复式崛起。S1 的一个表现是享乐主义。INFJ 并不觉得享受生活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认为自己应当从这种动物本性超脱出来。诚然，他们不会把金钱、美食美色当作毕生所求，却非常有可能把它们当作发泄情绪的出口。INFJ 有可能受到压力和打击后，吃喝无度，贪恋美色，生活堕落奢靡，又会因自己无力抵制本性的贪婪懒惰而羞愧，责难自己和恢复元气的过程是非常耗能又浪费生命的。圣贤之心与人之常情，这并不冲突。INFJ 应该允许自己适时享乐，不去背逆人性苛责自己。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但 INFJ 要警惕被物欲所驾驭，
他们必须要有着比物欲更高一层的理想，否则只会零星见失。11多元化的 INFJ 发展路径，平衡与成就。阅尽千帆的 INFJ 下一步发展则呈现多样化，与生活经历、环境、价值观选择等多种因素都有关。大力发展 SE， 并不再主动发展 NI， 两者逐渐趋向平衡。INFJ 会更加务实，又比大部分人更达观透彻，享受着事业和家庭的幸福，并随时愿意力所能及地周济他人。侧重 TI， 常用 NIETI， 则在心理学、科研、经济等领域有突出成就。如果所从事的事业符合 F1 利国利民的主旨，更有无限热忱。侧重 F1， 常用 NI 的 F1， 则投身于为他人谋福祉的事业中，比如辅导未成年人成长、救助弱势群体、维护世界和平。全力发展 NI， 则有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或艺术奇才，以作品传达思想，警示人心。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犹豫给予赞好、订阅并分享给您的朋友和社交媒体上的追随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将内容传播给更多人，并让更多人受益。再次感谢您的支持。